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然后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去苏州4天3夜。但是因为小林和室友最近手头有点紧，所以决定从南京站搭硬座到苏州站，全程1小时47分钟，硬座的价格是32.5块人民币。但是硬座的环境真的比较不好，你要跟别人面对面坐，如果你是社恐的人，应该会很尴尬吧。抵达了苏州站之后，就来到了苏雅兴文人苏式面馆吃中餐。苏雅兴算是当地的名店，重点是它离苏州博物馆很近，所以等一下可以直接步行过去。我点了一份酱爆猪肝28块人民币，抹茶奶豆腐18块人民币，还有红汤面8块人民币。酱爆猪肝吃起来口感软嫩，而且炒得超入味的。抹茶奶豆腐入口即化，而且你放在汤匙上，它还会端一道掉下去。好像只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凄凉。这家店真的还不错吃，值得推荐。只是因为小林不太吃面，所以实在是吃不出来那个面到底好不好吃。吃完午餐之后，就来到了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是由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大师贝聿铭所建造的。内庭院是一座在古典园林元素基础上精心打造出的创意山水园。由铺满鹅卵石的池塘、片石假山、直曲小桥、八角凉亭还有竹林等组成，既不同于苏州传统园林，又不脱中国人文气息和神韵。苏州博物馆屋顶的框架线由大小正方形和三角形构成，框架内的玻璃和白色天花互相交错，像是一幅几何形绘画。透过玻璃屋顶，还能够看见湛蓝的天空和漂浮的白云。我觉得苏州博物馆超漂亮，而且门票免费耶，所以真的来苏州一定要来苏州博物馆。嗨，逛完了苏州博物馆，就来到了下一站拙政园。拙政园是中国江南的一座园林，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拙政园和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还有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4大名园。1997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是从早上7点半开到下午5点，旺季的门票是80块人民币，淡季的门票则是70块人民币。拙政园主要分为东区、中区还有西区。东区是归园田居，风格疏朗；中区是精华所在，经典的一池三山布局；西区则是布局紧凑，建筑精美。但是拙政园大到小林一走进去就直接迷路了，所以其实也分不出来哪里是东西南北。不过3月份来的话，真的可以看见很多花耶。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拙政园最多人拍照的地方——蓝紫琉璃花窗。阳光穿过窗格的瞬间，地上和天花板瞬间铺满了流动的蓝紫光影，真的超级漂亮。逛完了拙政园之后，就来到了旁边的平江路逛逛。平江路是一条在河旁边的小路，北接拙政园，南眺双塔，全长1606米，是苏州一条历史悠久的经典水巷。然后在逛平江路的时候，发现有絮絮一直在飘，原本想说哇，这边空气也太糟糕了吧，后来才想说哦，这可能是柳絮。平江路上还有很多苏州菜餐厅可以吃，但是因为小林决定要去七里山堂了，所以就只能跟平江路说抱歉。后来还买了一袋葛根酥吃，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一袋是25块人民币。离开平江路就来到了七里山堂。七里山堂是苏州姑苏区一条将近有1200年历史的步行街，全长3829米。然后为了拍照好看，我就来点了一杯有苏州2个字的饮料。我点的是泰式奶绿，一杯是18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喝的。不过不得不说，七里山堂这种喧嚣又热闹的感觉，真的让人不知不觉就陶醉其中呢。
走着走着又看到了一家万三体，看起来色香味俱全，超好吃的，所以就没忍住来买了一个。我点了一个猪蹄，20块人民币，但我个人觉得没有想象中好吃欸。原本以为七里山堂是古迹，但是没想到路上竟然长得科技又现代。然后七里山堂的小吃街真的是干净又有特色，而且旁边还有水池，就是你可以吃着钵钵鸡，然后看着鱼在那边游来游去，哎，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原来苏州的小吃摊旁边会有这种园林造景，哎，棒这么棒！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之前还没有进过这里。哎，我要买那个钵钵鸡。因为刚刚抽完了姑苏传言的号码牌，发现大概要等1个小时，所以我们2个就先来吃了钵钵鸡，1元1串。钵钵鸡可以加热、可以喝汤的钵钵鸡。好，慢走。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担任苏州刺史的时候，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而开凿了一条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被称为山塘街。后来又因为山塘河和山塘街长约7里，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七里山塘。我个人超喜欢七里山塘从太阳西下到夜幕低垂的这段时间，因为它就有一种神秘的氛围，很像古装剧里的场景。晚上就爱吃姑苏传宴、苏帮菜，但是姑苏传宴是这里的名店，所以正常来说都要排队1个小时左右。像小林本人就是在外面吃过了1轮之后，才终于排到队。姑苏传宴的内部装潢很漂亮，有楼中楼，还有旋转楼梯。吃饭的时候还可以边看着七里山塘的夜景，边享受美食。我点了一条松鼠鱼、干锅花菜、酒香小炒肉，还有西瓜麻薯。这一桌总共是236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贵，可是因为它是景观餐厅，所以还算合理。我个人觉得热菜都很好吃，但是那个西瓜麻薯真的是好看不好吃，整个味道超奇怪的。而且我觉得这家景观餐厅的窗户都没有擦干净，能见度很低耶。晚上入住5星级的苏州吴宫泛太平洋酒店。我个人觉得房间和厕所还算宽敞干净，但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年代感。后来才发现它是2010年开业的，所以确实有一点历史。但这家酒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独家进入盘门景区和历史悠久的盘门城门。苏州吴宫泛太平洋酒店汇集了中国建筑的大气磅礴与传统园林的精致细巧，是放松身心、徜徉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场所。我觉得吴宫泛太平洋酒店真的把光影效果掌握得很好，就是它很有那种不夜城的繁华感，让人有机会在现代都市中体验浓郁的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饭店晚上还有很多表演可以看，所以根本就没办法休息。隔天一早起床就来吃吴宫泛太平洋酒店的早餐，但是因为小林昨天真的太累了，太晚睡了，所以真的差一点点就爬不起来。不过这间酒店的好处就是早餐到10点半，就很适合小林这种常常爬不起床的人。我个人觉得这间酒店的菜色多样丰富，很难一次吃完，而且超特别的，就是你还可以看见绿豆汤下面还养鱼耶，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家酒店双床房附早餐，平日一个晚上是2688台币。我个人觉得以5星级饭店来说还算便宜，但是我觉得这个早餐整体并没有特别好吃的感觉。不过可以边看风景边吃早餐，真的很加分。吃完了无光泛太平洋的5星早餐之后，就来到了虎丘。虎丘古迹中最有名的就是云岩寺塔，也被称为虎丘塔，是5代时期的重要建筑。由于塔身倾斜 3.5 度，所以又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小林一开始看还以为自己是累到老眼昏花了，没想到它真的是斜的耶。虎丘山风景名胜区单届门票是60块人民币，旺季则是70块人民币。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名胜古迹，然后对历史有兴趣的人，还是很推荐来。离开了虎丘，就来到了下一站西园寺。西园寺创建于元朝年间，里面有几百尊佛像，超级壮观的。但是因为里面不太适合拍照，所以就没拍给大家看。西园寺不用特别预约，一张门票是5块人民币，而且还送3炷香呢。而且西园寺的墙壁都是黄色的，台湾好像一般都是红色的吧，所以觉得这边真的很特别。离开西园寺就来到了下一站寒山寺，结果没想到寒山寺的墙也是黄色的耶。相传寒山寺建于6朝时期，但是真的没想到寒山寺的佛寺竟然是粉红色的，真的是看起来很可爱耶。寒山寺的门票一张是2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来，因为它的建筑物看起来都是有修复过的，就是颜色看起来很饱满，真的很漂亮。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小林就想说，既然来了，不然就来体验一下敲钟的感觉吧。所以小林就付了20块人民币，可以敲3下。放自己用力啊！人跟上去啊！好了，上，人跟上去。哦，注意呢。很有响。再来一下。离开了寒山寺，就来吃城门口苏州菜。我点了一个酒酿馒头红烧肉，68块，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吃。我还点了一个招牌松鼠鱼，128块，但我觉得吃起来很一般。我还为了拍照点了一个江南4宫格，38块，但我个人觉得不太好吃。然后还点了一个招牌蟹酿橙，一个是28块人民币，我觉得吃起来也还好。吃完了午餐，就来到下一站留园。留园建于明朝，跟拙政园一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留园以建筑变化多样，奇石众多，且与亭台、古墓等配置得宜而著称。留园的门票淡季是45块人民币，旺季则是55块人民币，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拙政园，因为拙政园的花窗真的太漂亮了。留园透过窗棂将景物相连，阳光洒下来的那一刻，真的是觉得把中国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离开留园就搭计程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到饭店好好休息一下。今晚入住新的酒店留园虎丘店。这间酒店最大的优点就是交通方便，而且因为前面住了5星级酒店把预算用完了，所以住这间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一个晚上含早餐只要1049台币。我个人觉得这间酒店看起来很新，虽然说它不是在市中心，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它的房间很大。酒店的装修风格简约，环境也很干净，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隔天一早就来吃新的酒店的早餐。我觉得以新的酒店这个价位，这个早餐真的算丰富多样。装潢很温馨，吃起来也还不错，真的值得推荐。不过
过说实在的，小林正常来说是不会这么早起床的，而且这次苏州行程真的排得很紧，超累的。不过就想说，酒店既然送了早餐券，就起来拍给大家看一下吧。吃完了酒店早餐，就来到了下一站沧浪亭。沧浪亭建于宋代，园内富廊蜿蜒，古木参天，假山嶙峋，古朴清幽，尽显宋代园林雅致与文化底蕴。沧浪亭是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江南园林，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的门票淡季是15块人民币，旺季则是2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来。沧浪亭的对面就是可园，然后我就想说，既然都来了，不然就进去一下吧。可园的门票淡季是20块，旺季则是25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因为可园里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而且风景确实漂亮，所以很适合喜欢拍照的朋友。然后旁边还有个地方可以喝下午茶，所以大家如果逛累了就可以来休息一下。不过小林本人是没有来喝的，因为行程真的太赶了，没有时间。这一间店叫做面水轩，我个人觉得这间店真的是视野开阔，风景漂亮。接着呢，就为了节省经费来骑美团的共享单车，半小时是1.5人民币。接着呢，就很顺利骑车骑到了下一站网师园。网师园建于南宋时期，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因为小林是3月来网师园，所以就很幸运的可以看见粉色的玉兰花。网师园的总面积不及拙政园的1/6，但小中见大，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又富于变化。园内有园，境外有景，可说是精巧幽深之至。网师园的门票淡季是30块，旺季则是40块。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来，但是园区偏小，人又偏多，拍照真的很难找角度。离开网师园，就在旁边吃苏祥兴谢天谢地苏式面馆。这家店很大，有2层楼，而且还是中式装潢，吃起来特别有感觉。我点了一个樱花奶豆腐、酱爆猪肝、红汤面，还有小青菜。我个人很喜欢樱花奶豆腐，因为它吃起来呆呆的，而且真的有一个樱花味耶。这样一桌是7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不是很便宜。然后因为旁边有蟹醋，就想说来加加看好了，竟然发现还蛮好吃的耶。填饱肚子之后，就搭地铁来到了下一站金鸡湖。但是没想到金鸡湖很大，我不小心就来到了金鸡湖的另外一侧，发现了这个公园。不过这个公园确实也蛮漂亮的。接着呢，就只能再搭地铁来到了也在金鸡湖畔的东方之门。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才终于看见传说中的东方之门。东方之门是一座高达302米的摩天大楼，造价更是高达45亿元人民币。东方之门也被称为世界第一门，还有中国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建筑。然后因为外形长得也像一条长裤，所以又被人家称为大裤衩。仔细看看，确实是蛮像的。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景点一定要黄昏来，因为它整个天空配上东方之门的建筑物，真的很有在看科幻片的感觉耶。然后东方之门旁边就是金鸡湖，所以你可以带着一杯饮料坐在东方之门下面，静静的欣赏金鸡湖的湖景。接着呢，就来逛一下在东方之门旁边的苏州中心。苏州中心落成于西元2017年，是目前苏州最大的商业综合体。一走进苏州中心的时候，真的是大吃一惊，因为我在台湾的信义区逛了这么久，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百货公司。
整个苏州中心的建筑外观都是以曲线、玻璃为主，所以在那边逛街真的会有一种穿越到未来的感觉呢。我真的觉得苏州中心完全符合我对未来科技之城的想象。接着呢，就来做苏州中心的透明电梯。苏州中心的电梯也是一个不规则的曲线，配上黄昏的那种光影，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因为苏州中心卖的几乎都是奢侈品，所以小林决定直接搭电梯来到顶楼看风景。然后走一走，突然发现这边有个滑冰场，所以小林就坐在这边休息一下，顺便看人家滑冰和打冰上曲棍球。休息完之后，就来到了苏州中心的阳台看风景。我的天哪，苏州中心的落日余晖也太浪漫、太美了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只去东方之门哦。看完了夕阳之后，就搭地铁来到了下一站双塔市集。然后这是双塔市集旁边的一条小河，夜幕低垂，树上的灯笼一一亮起，照亮了河道。游船开过去的瞬间，真的是有一种把中式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感觉。然后这种灯笼照映在水上，变成一种水波荡漾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小说里面为你明灯3000，为你花开满城的浪漫感袭来。刚刚不小心离题了，我们现在正式来逛一下双塔市集。双塔市集在2023年曾被评为苏州市最美的菜市场。双塔市集经过改造之后，内部新增了咖啡厅、小酒馆、表演舞台，还有室外可移动的休闲区域。双塔市集的市集2个字是以红章篆刻，以很久的东方魅力赋予双塔市集独特悠远的江南情思。接着呢，就直接在双塔市集里面吃晚餐。我这次吃的这家店叫做玉永盛，是一间卖苏式生煎的店。我点了4个鲜肉生煎，10块人民币。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林太饿了，真的觉得这个生煎超好吃，因为它的外皮是酥脆的，然后一咬下去就会爆汁。然后因为这家店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加点一个店长推荐的纸皮咸蛋黄烧麦。纸皮咸蛋黄烧麦是手工制作，皮薄如纸，喷香四溢，而且里面是真的有包蛋黄耶。纸皮咸蛋黄烧麦4个是28人民币，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贵，但是完全值得，真的要来吃一次。离开了双塔市集，就来到了下一站观前街。观前街是苏州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位于苏州古城的中心部位。我个人觉得观前街还不错，因为它不会像七里山堂这么多人，而且路很宽，很好走，吃的用的也是应有尽有，真的很方便。然后我买了一个天官赐福的周边商品，因为这边买真的比台湾便宜超级多。观前街也很适合来买伴手礼，而且款式超级多的。像小林来买的这个伴手礼叫做稻香村，相传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呢。哦，历史这么悠久，一听就感觉很好吃，所以小林也决定来买2颗。不过款式这么多，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每一颗都有不同的外观和不同的内馅，真的是很特别。糕点一个是10块人民币，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糕点主要是好看，吃起来就还好。晚上入住花烛苏州苏顺民宿，这个名字太难念了啦。这间民宿感觉就像是自己家里改成民宿，是一种楼中楼的设计，但我主要是因为它在观前街旁边才订的。屋顶是挑高设计，我个人觉得房间看起来整体还蛮舒适干净的。而且这间民宿一个晚上只要831台币，真的超级便宜的。唯一的缺点应该是它的隔音有一点点差，都听得到隔壁的人在讲什么。
隔天一早就来到了同里古镇，但是同里古镇真的离市区有一点远，像小林就是先从关前街搭地铁到最近的地铁站，然后再转计程车来到了同里古镇，这样总共耗时1小时15分钟，大概是16块钱人民币。车资是不太贵没错，但是如果你是从苏州市区来回的话，就要花3个小时耶，所以真的不适合赶行程的人。然后因为饭店没有提供早餐，所以就直接来吃中餐吧。我选了一家可以看见小桥流水，还有鸬鹚捕鱼的餐厅。鸬鹚捕鱼是一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听说渔民会让鸬鹚钻入水中捕捉鱼类耶。让一只鸬鹚下水捕鱼的价格是20块人民币，但我个人赶时间就没有参与这个活动。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个场景，因为它很有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岁月静好那种感觉。我点了一盘东坡肉、银鱼炒蛋，还有炒青菜，这样一桌总共是91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真的有点贵，而且我是一个人吃饭哦。不过后来发现这间店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很纯粹、很家常的口感，加上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所以还是很推荐这家店。同里古镇的门票是100块人民币，但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小景点，所以还算值得。像我来的这个叫做太湖水利展示馆，里面基本上都没有人，所以拍照起来很漂亮。下一站就来到了同样位于同里古镇的珍珠塔。不过珍珠塔既不是塔，里面也没有珍珠哦，它是江南一带的著名坛词，主要写的是方清和陈翠儿之间的爱情故事。不过我真的觉得有些地方真的要3月来，因为3月的苏州是10000次的春和景明，玉兰花开，满目皆是春意。不得不说，苏州园林的造景真的是中式美学的天花板。有时候就只是在那边静静的看着花落，听着鸟儿啾啾，听着风声，就觉得很开心。然后苏州园林到处都是这种窗棂，就是你看一棵树，你还要有窥探的感觉。像很多大景区的2楼其实都不能上去，但是珍珠塔这个景区很特别，就是它的2楼是完全可以上去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人的关系。而且像我有时候就会觉得红色感觉就是庙宇建筑，来到这边才发现他们家里面也会用正红色，真的是很漂亮耶。竹子随风飘动，配上红色的长廊，而且旁边都没有人，真的有一种快要穿越的感觉呢。红色的连廊依水而建，而且湖里还有很多鱼可以喂耶。不得不说，这个人的家真的很大耶，竟然连戏台都有。然后因为没人，所以小林也跑去戏台上面玩了一下。拉开门帘才发现，原来天花板也这么漂亮耶。不过因为珍珠塔是古迹，然后我环顾四周又没人之后，真的会觉得还好小林是白天来，如果是晚上的话，真的会有种中式恐怖的感觉。然后这是小林站在船房的2楼往下拍的湖景，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家真的很大耶。然后再来看一下主人家的假山流水造景，哇，以这个规模来说，真的算大了。于是小林又进去假山里面探险了。不过不出所料，里面又只有小林一个人。虽然说里面很壮观，流水声也很大，但是因为完全没有人，所以小林觉得36计还是走为上策，赶快出去好了。然后这个就是中式园林所谓的框景，配上杨柳，真的是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下一站就来到了退思园，退思园的名字来自于《左传》，静思静中，退思补过。退思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退思园里面的人会比刚才的珍珠塔还多一点。最后一站来到了重本堂，听说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登记结婚，而且还有人在拍婚纱照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林在2楼的时候，窗户突然自己关起来了，所以小林决定尽速离开。接着呢，就再搭1个多小时的车回到苏州站，结束这一次的苏州之旅。不过小林因为不小心时间算错了，所以最后没赶上车，只能把2等座改成1等，进入下一班车。从苏州站回南京南站1等座的票价是167块人民币。你不 OK 哎？这博物馆很真实哎，感觉早上刚有人起床过。只有我一个人哎。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喽。